现在特别火的那个九转大肠视频，您看了吗？没有，没有是吧？特别火。它这个菜特别的麻烦，它得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洗，然后用料还得足。对对对，然后它的口感还得能去掉它那个原本的那个味道。也是原本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最近这九转大肠在网上很火，我也看了好几次这视频，各种版本的都看了，越看越觉得有意思。那同时啊，也给我看馋了，所以今天分享这家餐厅呢，我主要就是来吃九转大肠来了。这家餐厅叫鲁上鲁，据说他家的九转大肠做的是非常的正宗，当然了也不便宜，一列呢是268。在来这吃之前呢，我还查了一下这个关于九转大肠的故事。我查的故事是这么说的：早在这个清朝的光绪年间呢，有一个老板姓杜，他特喜欢酒，所以开了9个酒楼。这个酒楼里边的大厨们呢，研制出一道菜呢，就是红烧大肠。因为用料特别的足，再加上工序复杂，所以非常出名，算是那个酒楼的招牌菜。然后就有一个文人去他酒楼吃，点了这个九转大肠之后呢，觉得特好吃，然后就跟这老板聊天，说你这大肠有没有给它取个名啊？这个老板说没有，要不你给我取一个。这个文人一听，哎，开心了，这美味佳肴能让我给他取名。结合老板喜欢酒，并且在古时候呢，他这个仙家炼丹呀，最高品质呢就是九转仙丹，所以这个一拍脑门就给这个红烧大肠取名为九转大肠，然后也就流传至今了。当然了，也可能有别的版本的故事，但主要我就想说啊，九转大肠呢其实就是红烧大肠。之所以叫九转，那并不是因为它套了9次肠，所以叫九转。说话间呢，也开始上菜了。首先就是凉菜，猪城烧乳鸽黄，然后我还点了一个大黄菊加急鱼生。因为是鲁菜嘛，所以第3个凉菜呢，我点了一个山东煎饼熏肉卷大葱。那咱们先从乳鸽开始，这个鸽黄，咱俩一人一个啊，还是老规矩，是凉的。我以为是热的，这应该是卤完的凉菜，给。这是你的，然后这个加急鱼生啊，也是出乎意料了，没想到是这个跟菊花拌的，这看着也好爽。嚯，这一和了，芥末味窜鼻子，等会儿再吃。先尝尝它这个乳鸽，哇，巨嫩哎！这个鸽子做的非常入味，咸度适中，适合下酒。如果白嘴吃呢，感觉稍微有一点偏咸，但是今天有酒。接下来就是尝尝迫不及待的它这个大黄菊加鲫鱼。刚才据介绍呢，这大菊花也能跟着一块吃。我先单独加一片鱼生，什么都不就啊，单独来一口试试。这个加鲫鱼生呢，入口就化了，特别的嫩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嚼劲。它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熟成处理，这个鱼肉质感太完美了，非常好看。本来以为它倒的芥末油，还有它调的这个汁儿，会把鱼肉的味道盖住，但说实话，它调的这个呢，味道巨淡无比，甚至呢，如果不配着它这个小虾条啊，还是什么东西一块吃呢，是有点不够味儿。但是这个鱼呢，这么吃特别的显鲜。我单独尝一片它这个菊花，这个菊花的口感呢，有点类似于百合，细品有一点点辣，特别微弱的那种辣。它这种辣跟辣椒的辣完全是2种感觉。我喜欢吃鱼生，所以对我来说特别好吃。接下来呢，尝尝他们这个山东大煎饼。就因为拍视频没有让人家在旁边候着，先凭感觉卷一个，一会儿让服务员给我卷一个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。我猜这个熏肉2片，然后咸菜几根，海虾米撒点，不能太多，这主要是提鲜增咸的。这个酱忘了什么酱，好像也是虾酱，就是虾酱，弄点芝麻撒点。最关键的山东煎饼卷大葱啊，这葱是必不可少的。好，一裹，是不是就这么吃啊？香。
大葱还挺辣，大特别香，口感太丰富了。不过这个吃下来真特别爽啊，特过瘾，感觉葱放多了。一会儿看看服务员专业的卷法跟我的差的多不多。先别上菜呢，您先帮我卷这个，我看看专业的是什么样。没卷过，我刚才自己瞎卷了一个。谢谢。不一样，还真不一样。刚才我是2片肉卷完之后裹了1层就包满了，它这个等于是卷的薄薄的，然后裹了好几层。但是我那葱也搁多了，实在了。我寻思山东煎饼卷大葱，灵魂不就是大葱吗？怪不得有点辣。好啊，尝尝人家给我卷的这个。味儿都不一样。刚才好像和我那光吃葱味儿了，它这个卷的味道也很丰富，有熏肉的味道，咸菜、虾米皮、虾酱、芝麻香，还有葱香，非常的有层次感。真好吃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潍坊萝卜煮这个渤海湾大虾，这么一位是168，虾呢是去皮的，好家伙，头也帮你分离了，哦呦，这虾油就出来了。包好的大虾，虾线剔得非常的干净，尝一尝怎么样？哎呦，我觉得吃这个虾肉是其次的，因为单吃这个虾肉呢，其实就是普通的大虾嘛，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。但是这个汤呢，就把这个虾的鲜完全煮进去了，再加上这个萝卜的香，特别提鲜。这个吃完凉菜过渡刚刚好，它这个汤里边好多萝卜丝啊。虽然如此，它萝卜味其实并不是特别浓，用的是青萝卜，明显，所以刚刚好。它萝卜味要是浓的话呢，就成萝卜汤了。这道汤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萝卜那味儿跟虾味儿五五开，这2个食材在一起呢，融合的特别到位，谁也不抢谁的戏。他们家这家店呢，菜单非常丰富，不是之前吃的那种套餐制的，给你配好了菜直接上，而是呢，你根据你自己想吃的，你可以自己搭配自己点。那今天这个整体呢，都是我自己点的，我觉得我点的非常的合理。吃完这个鸽子鱼生煎饼卷大葱，再来一碗热汤，又鲜又香，特别开胃。好啊，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题，也是我来这家店的核心目的，就是尝尝他们家的九转大肠。闻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异味，这我就不切了，是不是直接搁嘴里啊？真好吃！哎，我靠，不愧是鲁菜中的名菜，它这个套肠套的呀，非常非常的有层次感。不光是那种软弹，它软弹中呢，它是因为一层一层的，能吃出那种软嫩中带有咯吱的感觉。然后味道呢，非常多的辛香料的味道融合得非常恰当，好好吃啊！这个哟，第一次吃九转大肠。但是你要让我说那个猪大肠那个腥臊味跟臭味是完全没有的。如果按照当时节目上第1位参赛选手说他这个味儿不够重来说他这个不好的话，那我觉得那这家也不正宗，因为它少了点味儿，它没有保留原本的味道，所以反而大肠原来的那个味儿，丧失的会比较多。山东当地的朋友们，或者说比较了解九转大肠、吃过很多次九转大肠的兄弟们，可以评论或者弹幕留言告诉我，那这个正宗的做法到底应不应该保留原本的味道？反正我今天这个是完全没有保留。你尝一口，给个评价。我没想到带点辣味儿，白胡椒的味道，确实没有大肠的腥味儿，但是大肠本身的味道还是有一点点，你吃出来一点点茶味儿。那咱们俩理解的本身的味道理解的不一样，你理解的是肠味儿，我理解的是那种臭味儿。你理解因为就像卤煮火烧里那种。对，
对，因为北京有卤煮，那卤煮那大肠它是带一点膻味儿的吧，可以理解成就腥味儿吧。但它这是没有的。这个没有腥味儿。比你想象中的好吃呢，还是差不多是两种感觉？比想象中好吃。好吃啊，确实这个跟想象的不一样。我的感觉就是它味道很丰富的同时呢，口感特别独特，因为它那个大肠套肠是一层套一层，它软糯滑嫩的同时呢，又能吃出层次感来，知道吧？就跟摆一摞纸，哎，这么一平摊，特别有层次感，有意思。那接下来就是我点的第二道热菜，长岛鲍鱼辣子鸡。它这个辣子鸡跟川菜不一样的是呢，川菜用的是红辣椒，它用的是青辣椒，然后小鲍鱼、大葱，还有蒜，尝尝怎么样？口感呢像小鸡炖蘑菇里边鸡肉的口感，点了一个大米饭，就这个刚刚好，这个就非常家常小炒了。辣椒呢，因为把籽儿掏得很干净，是微辣的。鲍鱼处理的也好干净。红烧小炒，下饭用的，吃得很舒服，没什么特别可说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今天我们点的最后一道菜。摄影小哥最近想吃腰花了，卤上卤爆腰花，这个切的花确实是够花的，这刀工。哟，好嫩！你搁进嘴里，因为它片的腰花嘛，一咬一粒一粒的在嘴中就蔓延开来，很香，不错。那我看你也迫不及待想吃你的腰花了，咱们干杯开吃，吃完总结。好，真美啊！OK 啊，最后做总结的话呢，就是这九转大肠啊，虽然叫九转大肠啊，但它并不是说套了9层叫九转，而是它本身其实就是红烧大肠，然后取了这么个名儿。不过不愧是鲁菜中的名菜，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很出众，非常有特点，并且整体下来呢，这家餐厅给我的感觉虽然是偏商务，但是不管是出品呢还是服务，我觉得都挺不错的，尤其是它这个卷饼卷大葱啊，真香。好啊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话就关注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最关键的，山冰娟，最关键的啊，山冰妈的喝多了，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